欢迎回来，我是莉亚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，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就是我失恋了，然后我需要时间来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情绪。然后今天的主题呢，我想聊一聊，就是关于我失恋后的各种想法。今天也就是随便聊一聊，然后因为我想说的很多，所以我把它写在我的电脑上面。那么呢，首先是在半个月前，我收到了分手的通知。就是我们在分手之前，我们还一起出去玩，像普通情侣一样，甚至还有拥抱这些非常亲密的行为。然后没过几天，他突然把我的一个听音乐的一个社交软件的账号给拉黑了。我当时觉得有一点奇怪，但是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隐忍的，我没有和他说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吧。然后又过了几天，我邀请他下周末一起出去玩，然后他突然说他觉得和我在一起浪费了彼此的时间，觉得和我在一起看不到未来。就是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，就相当于这个事情对于我而言是断崖式分手。什么叫做断崖式分手呢？断崖式分手的意思就是，本来我们的感情应该是非常平稳的，然后突然之间往下坠落，就形成了一个悬崖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了断崖式分手。那么在我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是麻木的状态，就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等我冷静下来之后，我跟他说，我想找你当面聊一聊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去解决，但是他拒绝我。就是因为他不断的拒绝我，让我的情绪上头了。上头的意思就是我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，就是没有办法理智的思考这件事情。然后我还是去他家找他，我打车花了1个小时去他家楼下等他。等我到他家楼下的时候，他和我说他不在家，他去另外一个城市了。那个时候我不相信，我一直想让他出来，就是我们见面聊一聊。但是他一直说没在那里。然后那个时候下了大雨，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，我觉得特别绝望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觉得特别绝望。然后因为雨下的实在太大了嘛，我就赶快打一辆车，赶快回家。然后在回家路上，我还是坚持我说分手的话，我们至少要见面聊一聊，这个才算一个比较体面一点的分手。什么叫做体面呢？就是我觉得在手机上说的分手，它并不算体面，它并不算一个 peaceful ending。然后他说他不要，然后我也没有回他的消息了。
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给我打了2个电话，然后又给我发一条微信说你有什么要说的话你就在微信上跟我说吧。我那个时候在车上，我没有看到他的消息。等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消息，我想给他发消息，但是我却发现他把我给拉黑了。就这件事情让我非常不能理解。他让我在微信上让我把我想说的话说给他，但是他又不给我机会，他把我的所有的能联系到他的东西都给拉黑了。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给我拉黑了。他让我给他发短信，但是苹果手机拉黑了，短信是收不到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只是他的一个自我表演吗？就这件事情一直让我很困惑，非常难以理解。然后那天晚上我一整晚我都没有睡觉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就为什么我们结束要闹得这么难看呢？我那天晚上只能够不断的刷着手机，看一些短视频，让我自己的大脑麻痹一下。因为我在这个城市没有朋友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和谁去说这件事情。我也不想告诉我的父母，我不想让我的父母担心。然后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没有任何食欲，我不想吃任何东西。每天我就喝点水，然后吃点水果或者面包。就在接下来的7、8天，我就瘦了7、8斤。每天我都是早上4、5点钟我就醒来，就在半睡半醒之间，我总是梦到他，他总是在我的脑海里，就好像在放电影一样。我其实特别不想梦到他，但是我的大脑不知道为什么出了什么错误，总是把跟他有关的记忆放到我的大脑里面，哪怕一些我已经遗忘了的回忆，它都会不断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，这让人特别难受。然后最令人难受的一个点就是，我每天早上醒来，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就是一种抽离感非常强烈。什么叫做抽离感呢？就是你的潜意识觉得这个人还没有离开你，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人已经离开了你，就那种难以置信的感觉，就好像心脏突然刺痛的感觉特别强烈。我相信失恋过的人应该能体会到我说的是什么感觉。现在事情已经过了有半个月了，我算是慢慢平静下来。我也在不断复盘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太大问题，是比较平稳的。可能他对我没有了新鲜感，或者说没有了征服欲。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就我也很迷茫。还有他的各种矛盾的行为，让我觉得
这件事情好像并没有结束，就非常矛盾，非常仓促的把这段感情结束掉了，让我觉得似乎还有后续，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在梦到他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他一直说我们的未来，他一直说看不到我们的未来，但是在我的视角里，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共同创造的，而不是仅凭你一个人说看不到未来，那么就看不到未来。那么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，它不就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吗？他甚至都没有和我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们之间有哪些问题，以及是否可以彼此去解决，是否可以彼此去妥协。在他的视角里，可能解决问题比较麻烦，不如把我给解决掉，我就是那个问题。当然这是他的选择，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选择。我只能说我在感情里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，当一段感情出现了问题，我想的是去磨合。什么叫做磨合呢？磨合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想法有了冲突，我们要去沟通，然后达到一种统一的立场。我谈过3段感情，每一段它的模式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高开低走的模式。什么叫做高开低走呢？高开的意思就是在恋爱前期，这个男生对我特别好，就好像我是他最爱的人一样。然后到了后期，新鲜感没有了，可能对于他们来说，新鲜感和征服欲都没有了的话，他们就越来越不把我当回事，越来越不在乎我。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高开低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个人的模式都是高开低走，因为我反思我在这段感情做的是不是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但是无论是我和 AI 聊天，还是和我的朋友聊天，我都没觉得我做错了什么。因为我在上一段感情当中，我是比较作闹的一个人。什么叫做作闹呢？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，我都会对我的男朋友发脾气，希望他能够迁就我，希望他可以来哄我。但是因为我上一段感情的作闹，我失去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，所以在这一段感情当中，我是完全避免了这个错误。我尽量去理解他，包容他，支持他。但是尽管我把我自己调整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，我的结局好像还是不太好。就我现在很迷茫，也许我不应该去谈恋爱。我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，对于我们这种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来说，是一种投入产出比非常低的一件事情。就我投入了我的真心、我的时间、我的精力，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得到的只是创伤而已。如果我把我谈恋爱的时间投入到我的个人发展里面，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，对不对？特别迷茫。同时我谈恋爱，我也能够深刻的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焦虑型依恋人格，但是吸引我的男生，他们都是回避型依恋人格。
我有看一些关于心理学的书籍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创伤可能是互相吸引的，在最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创伤是互相吸引的，所以我们会很快的在一起，但是到了后期又因为彼此的不同的依恋类型，导致我们渐行渐远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这期的视频非常没有逻辑性，我就是想到哪里我就说哪里，以及这期的视频它相比较于前期的视频，它会更加生活化，因为这就是最普通的中国人聊天的说话的感觉。如果有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，你们可能经历的也比较多一点，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些建议，就是如何筛选出适合自己的伴侣，以及关于人生、关于未来，以及如何走出失恋。如果你们有相关的建议的话，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建议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